往前2个村就是胡明敏的老家了。哎呦，这路真的。她的原名叫胡美美。哎，老胡，老胡，来，这是来调查情况的警察和检察官同志，想问一下你女儿的事情。你们家93年左右出生的女儿胡美美，去年9月份去世了。我们家没这个人。他留下钱没有？想什么呢？还钱呢？您女儿没了。要不是生了这几个赔钱的货，我们家现在怎么会过成这个样子？村东头那程瘸子的儿子在工地上死了，赔了不少钱呢。哎，他是咋死的？赔钱了没有？就算他留了钱，你怎么能证明胡美美是你的女儿？有啥证明啊？哎，要不你抽我的血，拿去化验化验。他没有往家里寄过信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啊？这个不孝女，发达了，也不记得给老子寄点钱来。你怎么知道他发达了？他是回来过吗？他不是那了不起啊！啊，上门来问个事儿，也不带点东西是吧？走，我们不欢迎。好好说话，别动手。干什么？我又没犯法。林主任，这不是万学民学校的资料吗？你还说不知道？怎么啦？就因为她是个女孩，你们就不把她当条命了？个子中等，看着挺正派的，
人说美美这个名字不好，改成敏敏，说是能改命。真的不要我交学费啊？真的不用，学校还包吃包住呢。跳舞是童子功，得从小练起。一旦你女儿练出来，那可是能帮你赚演出费的。就是说胡敏敏是你们家老幺。是，家里从小不管她，从小是我带她长大的。不是还有一个更小的妹妹吗？叫胡丽。你再想想，现在差不多8岁，一直跟胡敏敏在一起的。那是她女儿。你是说胡丽是胡敏敏的女儿？你确定吗？胡丽的丽是那个荔枝的荔。女儿，我确定是她女儿。那胡敏敏怀胡丽的时候，还未满14周岁呢。瑶瑶，给多多打电话，马上确认一下胡丽和万学民的 DNA 啊。我应该早点拉他一把的。谁呀？我，美美。小美回来了。是谁家的孩子？你说话呀！哭哭哭！生了你倒了8辈子霉了，丢人现眼！恭喜刘，马上又要当奶奶了。对对，哎，要当奶奶了。知不知道是孙女还是孙女？孙女都一样。是的，现在都是这样子。大姐，麻烦打扰一下，您认识胡美美吗？哎呀，你说胡美美啊，好久没见到她了。哎，听说她也就回来过1、2次是吗？哎呦，回村1、2次就把村里的女孩子都带走了，不知道干嘛。你问问她家孩子就是。我家阿芳是去跳舞的，正经的乱讲什么？哎呀，我也不是专说你们家的事儿，我就是说都没回来嘛。我都说了是出去跳舞不回来的嘛。村子里也有差不多的女孩都去了，那隔壁村也有去的呀。而且，人家给钱回了本的。这些呢是目前我们找到的万年星辰舞蹈学校所有的在校生、临时生还有毕业生的全部资料。一共呢有640份。不过呢，可能还有一些旁听生或者是没记录档案的，这些人可能就比较难追溯了。明白。这个狐狸的 DNA 检测报告出来了，怎么说？跟咱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这个狐狸跟万学民没有血缘关系。哎，不过你们放心啊，不管他这个亲生父亲是谁，我们一定会把他找出来。只是就这条线不能作为暗死万学民的证据了。这胡敏敏到底经历过什么呀？这都不敢想。那我们就把注意力再放回来吧。没问题，我们公安的信息系统可以先做一遍核查，把这个准确的联系方式都给确认下来。好，那我们就缩小范围。这胡敏敏的身份证是个假身份证，所以她去不了太远的地儿。我们就以福江湾和云海为半径，在这个范围里找，好吧？可以是可以，但是后续的这个摸排工作可能会有麻烦，因为我们队啊这个月有2个专案要办，所以要抽调大量的人手。
显然是不可能的呀。理解。程伟已经去联系帮忙了，看看能不能增加点人手。但是就目前的线索来看，咱们只能拿着胡敏敏的照片去当地一家一家的问，没别的办法。哎，需要帮助吗？郑姐，好久都没人这么喊我了。应该叫郑主席了啊。哎，案子我都听说了，遇到困难了。太困难了。这个案子太多的潜在受害者，我们又需要大规模的拉网式的调查，就这么几个人手，压力实在太大。别忘了，我们有600多名妇女主任，沟通联络是我们妇联最拿手的。哎呦，那可太好了，那就麻烦咱们妇联的同志协助我们了。后续呢，我们及时跟上，咱们及时的固定证据啊。交给我们吧。好，谢谢郑姐。大姐，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叫胡敏敏。您看清楚，到时候看见了麻烦通知我就行了。我们做反家暴的工作人，一定要深入到村镇，而且宣传方案一定要注意，不能让大家产生排斥的心理。好。你好，我们可以进去吗？那咱们只是分头行动呗。我是这边。哎，老曹。哎呀，你们可算来了。人在哪儿？警察部长，这就是我女儿。我已经有孩子了，能不能让那件事情就过去吧？我非常尊重你的想法，你能不能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我跟你聊一聊？我也不是一个胆小的，但是你不是胆小，你只是想保护孩子。我想你的孩子会理解你的。你当时是清醒的是吧？对。他摁着我的头，他一直让我头不要往那边转，让我别低头。干嘛呢？万学民骗我。什么？他的犯罪行为分为2个阶段。再看这个。2010年至今，万学民使用迷奸和精神控制的方式对待受害者，他希望受害者不出声、不动，完全的服从。但是在2010年之前，在这段时间的受害者里，他们形容万学民的行为充满了表演性质，他希望受害者展示自己，做出反应。这有些受害者提到过，这个万学民当时性侵他们的时候啊，希望他们脸部朝着一个特定的角度，所以我们怀疑这个万学民在犯罪初期的时候拍了大量的这样的视频，甚至可能进行了贩卖。推测时间大概是2007年到2010年左右。我们确实也接到过一些儿童色情网站的举报啊，但这些网站非常的狡猾，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幸好呢，我们及时的留存了数据。哎，现在倒是可以拿出来比对一下啊，看有没有舞蹈学校的学生。这能缩小一下范围吗？哎，别说啊，
你们检察院这次啊，真是立了大功了。就你们提供的这个线索，可以让我们把这个范围啊缩小90%。好了，剩下的看我们的了。好的，我知道了。好，谢谢啊。公安局根据视频找到了这么多受害者，我们推测的没错，符合我们之前的结论。但是，你仔细看吧。这么多孩子，还是见义务轻。司马先生，万学民一案现在正式开庭，请法警带被告人上庭。根据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万学民从2006年开始从事舞蹈教学工作，2007年起开设万年星辰舞蹈学校。自2007年到2015年的8年间，以纠正舞蹈动作为借口，多次当众在公共场所对54名幼女进行猥亵，意图试探被害人的性格特征，挑选实施性侵害的对象。随后，万学民利用舞蹈教育机构负责人的身份，以单独辅导、思想教育、打扫卫生等名义，先后将曹梅园、魏香里、王雨晴等12名幼女骗至排练室、办公室、器材室等场所，多次实施强奸行为。第一次就是在顶楼的舞蹈教室，他捂住我的嘴，我特别害怕，然后我就开始挣扎，可是挣扎有什么用呢？后来我就不挣扎了。那年我12岁，爸妈说跟着姐姐出去学跳舞有出路。我怕我老公知道，但我不想让其他人再遇到这种事情。那天，我永远忘不了那天，他让我去器材室收拾一下，然后就把门锁上。我那孩子，他已经说不出来了，他疯了。可是夜里总会突然醒过来，他在哭，在喊，说有人盯着他，说楼道里有鬼。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身份？我是万年星辰学校的一名舞蹈老师，我见过他把女学生单独留在天台的舞蹈教室，也见过有些孩子哭着离开。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站出来作证吗？因为孩子们叫我老师，我不能让他玷污了这个职业。对本案中这个被害人陈述的实质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俊不能。公诉人提供的被害人陈述只是主观证据，没有客观证据证明时过境迁，这些个被害人口中所谓的事实，完全无法查证。刑事诉讼应当重证据、重调查研究，非经查实，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你个王八蛋，你还是人吗？被害人家属安静，安静。是人啊！这里是法庭，你们的心情本庭理解，但请不要影响法庭秩序。
请公诉人继续举证。公诉人这里还有一份证据，这份证据来自一名本应该坐在被告席上接受审判的女性，但是她今天来不了，因为半年前她已经死了。她的真名叫胡美美，她曾经帮助万学民实施过犯罪，但同时，她也是最早被万学民侵害的未成年被害人之一。这个录音设备里有万学民强奸的证据。2015年9月9日，胡敏敏在万学民的要求下，将被害人崔佳怡诱骗至万年星辰舞蹈学校。在万学民实施强奸行为之前，为了保存证据，胡敏敏在现场故意留。哎，满意？我很满意。当时以什么样的心情保存了这段录音，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对于他帮助他人犯罪的行为，我们当然要谴责，不能原谅。但是我请大家注意一个事实，同时，胡敏敏也是一名被害人。在2006年的时候，万学民以教他跳舞为由，将胡敏敏带离了福江湾。从那以后的1年里，胡敏敏一直在被万学民侵害。不仅如此，万学民还把他转送给了其他的施害人，致使胡敏敏在14岁的年纪生下了孩子，生父不详。在那之后，他一个人带着孩子辛苦的生活，他也不懂得向社会求助。在2010年的时候，因为女儿胡丽高烧不退，没有钱就医，胡敏敏只能做出一个无奈的决定，他回到了万学民身边。你不是想回来吗？
从那以后，刚满16岁的胡敏敏在家乡及附近地区以招生名义给万学明物色像她一样来自贫穷家庭、缺乏家人关爱的女孩。美美啊，出息了啊！以后有啥好事带着郑丽丽一起。美美啊，还是小芳吗？从小跟你玩到大的。哎呀，你现在有出息了，可得带着她。这回回来就是来帮助这些妹妹的。胡敏敏很清楚万学明的脾气秉性，她非常害怕自己的女儿胡丽被万学明盯上，所以她故意把自己的女儿头发剪短，脸涂黑，装扮成了一个男孩子的样子。2015年开始，她的生活出现了转机。胡敏敏遇到了一个温暖了她的人，所以她也开始考虑要不要逃离这种罪恶的生活。但是就在2015年9月4号这天，胡敏敏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万学明发现了胡丽是女孩的事实，威胁胡敏敏，让她再次为自己寻找新的侵害对象。胡敏敏走投无路，她想要牺牲一个女孩，保存证据，要挟万学明让自己离开。所以她在随机物色的被害人崔佳怡的衣兜里放了一个 MP3 进行录音。但是 MP3 不见了。我才搞这么一件事，我也很喜欢你妹妹。哎，哎呦！在这儿呢啊，不用找你了。哎呀，长得是挺可爱的啊，可就这脾气嘛，像你。胡敏敏知道自己再也保护不了女儿了，她想到，可能只有自己死，才能结束这一切，所以最后她选择了自杀。
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是谁吗？对这份录音证据来源的合法性可以认可，但是公诉人只是盛情款款地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这能说明什么呢？讲故事能够代替举证，根本就无法判断这个录音内容的真实性。我想提醒法庭注意，胡敏敏录音的内容里面，她曾经套话万学明，可是万学明当时并没有否认他的行为，因为在万学明看来，我已经把这个 MP3 毁了，你的证据肯定是丢失的。但是 MP3 内部的芯片是很难被物理摧毁的，只要芯片还在，技术部门就可以恢复数据。但是在这个录音的对话当中，不能够体现有强奸行为啊，可能有多种的理解。而且这个胡敏敏，她是自幼被家庭抛弃在先，未婚生子在后，她在录音当中也明确地自称是个凤女，她的精神状态极不稳定，这一点她的邻居已经提供了证言。按照道义来说，她是不具备适格的证人资格的，所以她的证词不应当被采信，这不公平啊！辩护人，攻击一个可怜的女孩是疯子，这就是你的公平，你的正义吗？我的正义就是还原事实的真相。我想提醒审判长注意，公诉人目前能够提供的，原本就是些未成年或者是刚刚成年的女孩的陈述，在这些个陈述当中，没有一份能够直接证明是万学明实施了诱奸行为。如果这样的证据都能够成立，那我想组织一批这样的女孩搞一些胡言乱语的录音，谁都有可能因此获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辩护人，请你不要扭曲证据规则。你所说的邻居的证言，完全都是他们的主观臆测，但是这些被害人的陈述是符合逻辑、合乎情理的，而且对案发现场细节的描述符合这个年龄段孩子的正常记忆和表达能力，内容是自然合理的，属于非亲历不可知的证据，具有极高的可信度和证明力。性侵案件本来就存在举证难、发现难的问题，如果连这样的证据都不能被采信的话，那基本上就没有性侵案件可以被定罪了。那你让这些被害者怎么办？让我们
这个小折纸是本案一审的时候主动出庭陈述的被害人王雨晴折的。在一审开庭的时候，由于辩护人极其高压的逼问，致使他情绪崩溃了。他的陈述当庭发生了改变，一审没有采纳他的陈述。我想说的是，正是因为他是被害人，他情绪才能激动，情绪才会失控，对吗？如果跟他无关，他在撒谎的话，他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难道不是最有力的证据吗？我们现在在进行的这场庭审，不光为了惩罚坐在被告席上的万学明，我们还是为了要保护那些在镜头前面背着身、低着头、搓着手的那些无助的孩子们，我们要保护的是他们。他们在无数个晚上哭泣、惊醒，他们时时刻刻、日日夜夜的在问自己，到底为什么是我？他们一次一次的自责。我要是没有去那个舞蹈学校就好了，我当时如果没去打扫卫生就好了。犯罪的明明是坐在下面的万学明，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为什么？我不懂。开庭之前，王雨晴把这个送给我，他跟我说他想通了，他没有做错事情，坏人应该为自己做的坏的事情付出代价。因为他遭受了很严重的侵害，所以他现在还在接受心理治疗。但是他跟我说，他内心是相信我们的。我们这些国家的公诉人，我们应该保护他们。我不想让他失望，我们也不应该让他们失望。今天这个法庭上，即使面对如此确凿的证据，万学明从始至终都没有认罪，没有一丝一毫的悔恨。面对这样的犯罪者，我们怎么告诉孩子他们生活的环境是安全的，是公平的？孩子不好，没有人会说。孩子的未来是一个怎么样的未来，是今天坐在这儿我们这些大人来决定的。我们有什么决定？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用我们这些人几十年来的人生，不断的学习、探索、尊重、信仰的公平和正义。被告人万学明身为校外培训机构负责人，违背师德、泯灭人性，长期多次采用迷奸、诱奸等手段，对多名不满14周岁的幼女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奸淫和猥亵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第2款、第3款第1项、第2项、第3项、第6项、第237条第2款、第3款第1项、第2项、第4项、第14条、第48条、第57条第1款、第61条、第62条、第69条的规定，被告人万学明犯强奸罪，罪行极其严重，建议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猥亵儿童罪，建议判处有期徒刑5年。综上，起诉书认定本案被告人万学明强奸罪、猥亵儿童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认定被告人有罪，数罪并罚，建议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请法庭综合全案事实和证据，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性质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被告人的认罪态度，依法作出公正的判决。
喜。别得意，你得加油。肖老师，哎呦，临阵脱逃，你诓我！肖老师，这都是您教我的，这个案子必败，不能接。你不要说了，你从我这边滚蛋！大丈夫啊，身居天地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你说的嘛，人要务实。被告人万学民犯强奸罪，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万学民，除了你之外，还有谁侵害过胡明明？狐狸到底是谁的孩子？这还重要吗？这是作为被害人的胡明敏应该看见的公道。别再问了，再往前，你们就走不下去了。万学民，谁走不下去，我们也能走下去。能听懂吗？大哥，阿姨恢复的不错啊，医生说她快能出院了，到时候我把弟弟也接回去。哦。手放往前走，注意安全。对，来。你可以常来看她。嗯。一定，有点大人样啊！你这不像是夸我。以前呢，你就是把心里话都憋着的小孩，现在是藏着更多话的大人。行了，少说两句吧。你今天啊，不光是我来给你做饭，你还有一个任务，这些都是我要新上的菜，你得帮我试菜。可以，非常好，我喜欢这个项目。那，就那天那个人，吃饭呢，老让人看着不干不净的。你看一看，
真恶心。现在他都火了，司法局罚他款了，罚1万。罚的也不多呀。再多他没有了。要我说呀，这李道人也挺有本事的，中途跑路，最后还成了正义使者。所以罚他钱了嘛。咱俩说好了啊，你就算以后找老婆了，也偶尔来给我做点饭，行吗？就是以后我结婚了，我有家庭了，我有一个特别幸福美满的生活，那肯定。然后你还是孤寡老人，那我大概率嘛。我来偶尔照顾一下你。对，是这意思吧？对，就是这个意思。行吧，行吧。给你买游戏机，哎呦。走吧。下班了，走不走啊？人陶老板、杨老板都到了，等我们呢。不行，我这马上考试，我得多做点题了，我得。哎，晚上吃桑拿鸡，桑拿走地鸡，快！桑拿我看了 around chicken。桑拿鸡我必须得吃点的，我得补脑。哎呀，快点，不等你。你等等我。哎呀，我们都车都开走了。哎，别，等我一下。哎，我这，哎呀，哎呀。陶姐，咱部门之后有什么打算？我想的是之后把工作重心往预防犯罪上放一放。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我们得换一个新的工作方式，试试看。哇，那你这目标太大了！你看云海市光常住人口就得好几百万人，多难啊！难什么呀？你知道一个案子背后有多少个家庭遭殃受罪吗？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你就大胆的想，大胆的干啊！指哪儿我们打哪儿。行，前期调研我来。你俩现在这个觉悟可以啊！把那些坏人都给干掉。同学们，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法制副校长，云海市人民检察院卫检部主任白恩宇。现在欢迎我们白副校长讲话。同学们好，我是白恩宇，已经不是第一次到这里来讲课了。漂亮话不说，我们直接开门见山。不要觉得你们离犯罪很远，更不要觉得未满刑事责任年龄就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我见过一个15岁少年犯罪，他姓黄，应该比你们大不了几岁。法律给过他机会，但他在服刑期间再次犯罪，不思进取，不知悔改，导致自己这辈子都会在监狱里度过。未成年人保护法提出了6大保护：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司法保护。但我今天想说的是，我们的保护也需要你们的自我约束。你们要做的是严于律己，明辨是非。而我们检察官和警察叔叔呢，是要抓坏人，保护你们。
护系统的孩子，我们为他定期设置了家访管理，还有对监护人的线上辅导，多远我们都能管得到。还有离家出走的孩子、旷课的、逃学的，我们都让这些孩子重新回到了校园。我曾在卫检部门工作多年，我之前非常惧怕这种场合，因为我觉得卫检工作不能宣传，宣传出去全是。那是家里面，妈妈总在延绵，窗外酒气弥漫。你像你打算忘掉满身斑斓，长出翅膀飞远。每一晚海中了梦魇，你会慢慢看到我展天，飞扬着月光圆，你会让我望着大海唱着歌，把风景都看遍。在很多人看到的草原，只有这月光圆，会着风，望着大海，唱着歌，把梦都看遍。会握着拳，吃着酒，流着汗，盼多现在我爱前。窗外